一只外星飞船在地球上坠毁，外星人出舱后惊讶地发现，这个星球竟然孕育着生命。为了表示友好，其中一个外星人走过去，想要跟霸王龙握手，结果当场变成了一顿大餐。这时他们才意识到，地球上的生命并没有智慧。之后的日子里，外星人们开始研究地球上的动植物。当别人沉迷于大恐龙时，其中一个外星人却对猴子情有独钟。他甚至专门研发出基因药物，注入到苹果里，然后喂给了他最喜欢的2只猴子，取名为亚当和夏娃。这天，一颗陨石朝地球飞来，于是外星人训练恐龙，把他们的飞船搬到地底生存，而留在地表的亚当和夏娃最终进化繁衍变成了人类。时间很快来到了2022年，军方在月球背面发现了残余的内粹士兵。经过激烈的战斗，正义的一方取得了胜利。然而在处理内粹的黑科技时，各势力之间因为分赃不均发生内战，最终导致地球不再适合居住。因此，首先挑起战争的女总统飞到了北极。只见她伸出右手，露出原形，打开了通往地心的大门。原来她竟然是外星人变的，而其他幸存的人类则跟着玛莎飞到内粹基地存活了下来。很快50年过去了，玛莎已经变成了老年人，她生下一个女儿叫路易斯，主要负责日常的维修工作。此时月球基地里的人口已经涨到了近数千人，现有的资源早已无法维持生存。在这样的环境里，很容易产生宗教组织，于是水果教就诞生了。教主要求信徒必须使用封闭的手机系统。一名信徒因为越狱更换手机壁纸，被主教远程引爆手机，当场饮恨西北。路易斯闻声赶来，他以更换 WiFi 密码相威胁，终于让教主服了软。与此同时，一艘飞船突然闯进了月球基地，飞行员杰克用12辆报废的电动车修好了这艘破旧的飞碟，随后便带着难民前来投靠。尽管月球基地里的资源马上就要耗尽了，但玛莎还是收留了他们。随后，路易斯开始检查那艘古董飞船，这时一个人从里面鬼鬼祟祟地走了出来。路易斯一路尾随，发现他竟是原来的月球元首。眼看身份败露，月球元首并没有反抗，而是说出了一个天大的秘密。只见他用小刀切下手指，再把一颗能量水晶吃下去，一瞬间，外星人的小拇指又长了回来。这是宇宙中最纯净的能量，人吃了可以长生不老，用在飞船上还能够提供永不枯竭的动力，并且月球元首就是当初改造猴子的那个外星人。随着资源不断消耗，地球基地很快也会崩溃。如果能从地心拿回更多的能量水晶，他们就可以乘坐飞船寻找下一个适合居住的星球。随后，路易斯把一块能量水晶喂给了原本疾病缠身的母亲，转眼间母亲就恢复了正常，变成一个漂亮的少女。眼看能量水晶真的有效，路易斯决定带上杰克返回地球。这时，目睹了整个过程的教主也要求一同前往。按照月球元首的地图，他们从北极进入了地球内部，成功坠毁后，几个人艰难地爬出飞船。眼前的一幕惊呆众人，外星人竟然在地心里造了一个人工太阳。路易斯拿出地图，寻找地心城市的入口。教主的水果手机没法联网，无法使用指南针。这时，一旁的杰克掏出一台82年的诺基亚，这个手机虽然早就过时了，但他不用联网就能使用指南针。穿过茂密的森林，他们终于见到了活人。看着眼前这个熟悉的背影，教主忍不住地冲了上去。虽然对方长着一副外星面孔，但依稀可以看出这就是他最崇拜的乔帮主。外星人可不觉得他们亲切，在光头哥的掩护下，最终只有路易斯和杰克逃走了，其余几人被带回了外星基地。面对自己的偶像，教主要求签个协议，他试图说出所有的秘密来换取几个人的性命。乔帮主听完，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。然而，当教主交代完一切后，却换来了乔帮主的血盆大口。3分钟后，乔帮主意犹未尽地舔了舔嘴唇，他特意为光头哥留了肚子，只是没想到，原来光头哥也是个狠角色，3、4、5除2就轻松干翻所有外星人，成功逃了出去。与此同时，路易斯和杰克伪装成士兵，找到了看守森严的外星禁地。他们用月球元首的小拇指打开大门，见到了装着能量水晶的圣杯。圣杯释放出巨大的能量，支撑着天上的人造太阳。但当路易斯拿走圣杯后，太阳失去能量立场的支撑，直接从天上掉了下来。见此情形，两人爬上恐龙战车向基地外跑去。此时追赶他们的除了人造太阳，还有一帮外星人首领。幸好杰克有主角光环，不仅干翻了外星人，还顺带把光头哥也救走了。眼看他们就要逃出外星基地，人造太阳突然腾空而起，砸断了远处的桥梁。见此情形，路易斯猛踩油门，三角龙脑袋一甩，竟然就这么跳了过去。而外星追兵技不如人，一头扎进了人工太阳里。最终3个人有惊无险地拿到了圣杯。随后他们开上飞船返回了月球，只是谁也没有注意到，外星人也驾驶母舰跟在了后面。回到月球基地，路易斯亮出了手里的圣杯，没想到月球元首突然换了副面孔，他绑架玛莎，威胁路易斯交出圣杯。就在双方僵持之际，外星人突然骑着霸王龙冲了进来。见此情形，路易斯安顿好母亲就要出去干架，可玛莎却及时拉住了他。这次轮到他站出来为大家而战了。说完，玛莎喝下圣杯里的原始能量，瞬间变成了女超人。她一个箭步冲向骑着恐龙的外星人，仅一脚就踢翻了恐龙，完成秒杀。然而还没来得及高兴，玛莎被躲在暗处的
的月球元首一枪命中，成功领了盒饭。杰克把圣杯插到飞船上，成功驶出了月球基地，但外星母舰也紧随而来。飞船上有无线网，月球元首可以用手机轻松定位他们。眼看防护罩的能量即将消耗殆尽，路易斯突然灵光一闪，他改造了杰克那把82年的诺基亚，通过远程遥控成功引爆了月球元首的手机，外星母舰就这样被彻底摧毁。钢铁苍穹2是一部充满黑色科幻的喜剧电影，可以看出编剧对水果手机的怨念极深。片中出现了老式的诺基亚手机，还狠狠地讽刺了米国的水果手机，题材新颖幽默，有兴趣可以看看原片。